这一些收入你现在都拿来怎么样去做投资分配或比重？我如果比较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做一些主动的投资。但我比较没时间的时候呢，我大部分有一些基础的钱，我是放在比如说美股 ETF 这种被动型的投资里面。我会往这个行业走，一定是因为我妈的原因。因为小时候我就看到很多财经新闻讲什么利率变动，然后多少人会失业。我想说，利率为什么会跟工作有关系？所以就引起我的好奇。如果是只有10万、20万这种范围的啊，尽量不要花时间在投资。因为这可以讲吗？就是太诚实了。我跟你讲，但是这是实话，对不对？实话。爱儿手。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尔莎。大家好，我是何浩宇。今天我找来了一个我闺蜜的闺蜜。闺蜜的。就是呢，他们真的属于就是头脑非常的好的一群，真的长得很帅，到底要不要近看一下？没，不好意思。但他在开心，不能随便承认。我跟你讲，除了他真的长得很帅以外，高学历才子，现在是音乐人，是不是？不能这样讲，学习当中。那你觉得你的音乐拽吗？音乐目前不太拽，再给我一点时间。哦，还在学习中。1-2年之后，搞不好可以拽得起来。好，给他一点时间。现在正在追求人生的梦想中，然后同时曾经的经历也非常丰富，是一个史上最年轻就掌管10几亿资产的全台湾最年轻的基金经理人。刚那段有超多这个浮夸的，修饰一下啦，就是这个。也不是史上最年轻，就是相对年轻啊。在那个时机，我记得那时候我看那个报道，他报道就是你是啊，真的哦。我是用查报道的。相对啦，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也是在差不多那个年纪哦。对，因为这个行业的人没那么多，所以在可能全台湾也许几百个吧，200-300个。然后你刚好比较年轻一点，刚好是相对算是非常年轻的这样。OK， 好，所以何浩宇你是建中嘛？对。反正这些人就是这种。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就出现一个不屑脸？明明就嫉妒。好，建中，然后台大，然后台大以后3%以下的录取率，就是1年只有录取多少人？你说公费留学，哦，通常1年就是一个学类，那就是1-2个这样。OK， 反正就是1-2个名额而已。然后他就是考上公费留学，然后去美国念书完以后，现在就追求自己的梦想。又变回就是音乐人，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少人有敢放下这么光鲜亮丽的抬头还有机会，因为你的机会成本算是很大啊。机会成本很大。对，你那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大学一毕业进去，就是当这个最年轻的基金经理人的角色的时候，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啊？可以讲吗？也没有很多啊。多少？那时候很年轻啊，就是可能就是年薪，讲年薪好了。年薪可能就接近100吧。哦，接近100，所以还好，所以也没有像我们想象什么像华尔街之狼那样。他是看年资 ，OK， 就是年轻的到真的很资深，然后到业界很有名的，他的差距是很大。像那种业界顶级的，比如说外资分析师或者是基金经理人啊，他们是有可能到2-3千万的一种等级，然后可能搞不好就30出头岁。就看人，就不一定。对，在那个世界其实大部分都是成绩说话嘛。OK， 然后你的个人的品牌能力，所以像有些常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那些外资知名的分析师，他们年薪一定是破1000万的。哇哦 ，OK， 好，那我们就要来一一剖析，像这么成功的人，尤其又可以变成艾尔莎闺蜜的人。自己一直贴金，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哪些事呢？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大家还有我自己个人最想要帮粉丝问的就是，那当年的你为什么可以拥有这个机会，然后走向这个成为基金经理人的这个专业？我觉得运气是最大的一个成分，就可能如果你硬要说所有的成分占多少，我觉得运气一定是占1半以上。运气之外，要念很多书，然后培养自己的逻辑的思考啊、分析。一大学毕业，我们可能就是会从研究员或甚至研究助理开始做，在每一次的分析当中去找做错的地方在哪里，做对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慢慢累积自己，不管是实力或者是名声也好。然后呢，慢慢的等到有机会有个空缺出来，他们就会想到，哪一个研究员他是有机会被拉到当操盘人的。OK， 对，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同事。他我一个比我资深的同事，他不想要继续操盘那么多档基金的，他就说那我这档基金我不想操盘，那主管就说好吧，那个表现还不错，那不然就让他来试试看，然后我就这是运气的部分，就是我就刚好可以有这个机会，但这个运气之前可能就是必须得要累积很多
很多次不同的分析，然后让主管信任我的判断能力，才有机会在那个时候把握住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访问那么多人，他们其实很厉害、很成功，可是他们还是谦虚的归功为运气。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还是一定要努力，但是努力到最后，其实就是不一定要那么执着于得不得到，就是那个得失心。因为努力其实它只是众多条件之一的一个众多必要条件之一嘛，它不充分。而且就算你是这样子的背景，什么台大啊什么，然后又很相关，你还是没有松懈，还是一直在职场里面表现得很好，还是很竞争啊。因为这个机会还是相对于有条件竞争的人，还是僧多粥少。OK，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然后你就这个职位，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年薪将近100万，然后甚至你再多待一点，其实就很容易就破100万了嘛。就慢慢累积，一直年资慢慢累积上去，其实是可以得到的。他的职业路径是可以比较能够预期的。你到底是做了哪些具体的动作，让你的老板这么赏识你？因为你说你们这个领域很竞争，大家都一样努力啊。对。那如果大家都一样有好运，大家都一样有努力，那你就还是要去看你具体做哪些事情，让大家如果真的想要走这条路的话，做这些事可能会比较保险这样。如果以金融研究跟分析来讲的话，通常假日啊，或是下班之后的晚上，通常你还是会看市场，然后看研究报告、看书。所以这个东西是，如果你很有热情的话，通常大部分人都会这么做。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开会，讲早上。我们一到公司就会讲前一天美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怎么样分析。那就是在每一次的开会，分享我的交易策略，或是分享我的分析的时候，慢慢让同事或是让老板信任我的分析，这样。对。那你那时候掌管就是20多岁就掌管这10几亿，这10几亿到底具体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在我一般的视角来看，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去碰到客户的10几亿资产。对。那这个10几亿代表是什么意思？要看这个基金的类别，它投资什么样的资产项目，比如说投资股票的，投资别的基金的，像资产配置这一种，或者是投资纯债券的。纯债券的它的基金的规模一定会比投资股票的基金规模大很多，因为它是相对安全的资产嘛。有很多有些人他是把钱放在债券类别，所以今天如果是一个100亿的债券基金，可能它是稍微正常一点。那如果是股票基金的话呢，不用到100亿，它其实相对同样等级的债券，它看起来就比较厉害一点，就规模是相对比较大一点。当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所以我那个10几亿，它其实它不是纯股票基金，它是资产配置，我去买各种不同的 ETF，做股债配置这种基金，12亿算是不是很大，因为加上那时候其实我也相对比较资浅嘛，比较年轻点，所以那个是还好的。长知识的，所以不要在那边动不动听到像这样的经理人讲10几亿，就很容易被拔到。讲好像我们到处去骗妹一样。对，就是大家现在交友软体的时候，就可以多长知识，学习这个。好，那我想要问，就是你说很多前辈，他们可能就是掌管更多的数字，然后一直往上爬。你觉得你认识到，或是你以前在公司看到那种最强的前辈，他们是有怎么样的性格或特质，让他们可以就是真的在那样高压，然后冲刺成这样？对那个数字的涨跌是没有太多感觉的嘛？真假？一定要这样啊，不然我如果买了一个什么股票，然后下个月、下个礼拜它跌很多，客户一直打电话来问，那如果这时候我心里压力很大，就影响我的判断嘛。所以到某种程度，我们一定是对于那种涨跌是不太会影响心情的。对，就尽可能的回到这个理性分析，就尽可能把那些情绪给排除掉。当然很难，但是那些前辈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可是因为那是别人的钱，所以本来是不是就会比较反正是你们的钱嘛。因为例如说我自己的钱还要赔50块台币，我就不爽。所以好，因为它是别人钱，所以是会这样。对我自己来说的话，那个绝对金额大小不重要，就我不会说啊，我今天赔了1000万，觉得压力很大，不会，我只会看说，我今天赔0.1%、1%或是2%，那1%、2%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小比例嘛。因为你们有一个均值的比例。对，我一切都把这些绝对金额给抛掉，我看一个相对的数字，那我就知道说我今天的涨跌，或者是我做这个决定，我判断错误影响多少损失，它在我整体的组合里面，它程度是高还是低？用这种相对的水准来看，会比较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哇，真的很专业，所以你看他们的思维真的是跟我们一般想的那些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时你的人生最大的转机点是可以得到这个公费留学去美国。那我自己知道是他的那个比例真的很少，录取率。你到底是怎么得到这个机会，让你可以在这么竞争？因为台大就是一群聪明人，你要赢过一群聪明人，你要怎么做？
哦，那时候压力超大，就是公费留学我考了4次，第4次才你这不屈不挠，非常符合摩羯座 B 型的人的个性哎。死缠烂打。对，对感情不会这样，就是。目前是单身吗？目前哦，影片播出去之后，搞不好就不是单身。伪单身或是准备单身。准备单身中。其实我一开始是没有想要出国留学这件事情，是我到大3那时候，怎么奇怪，怎么同学至少有3成到4成。或甚至可能1半，问他毕业要干嘛？我要出国念书。就台大人只会讲这些话。他想说，不，是不是看出我的怒，对不对？我的怒气。那时候才开始准备去了解出国留学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价值，然后越了解越多，发现说哇，真的好想出国留学哦。可是那时候我已经准备国内研究所已经准备到差不多了，而且已经快要考试了，等于是说我决定。我想要出国留学的时候呢，我已经先去考国内研究所了。哦，那考完之后当然就顺理成章去念嘛。但是中间过程还是会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争取一下。那时候家里人就问奇怪啊，就你都已经考上，你干嘛不去念？那我就不太可能去得到家里的支持，所以我就决定呢，好，那我就考公费留学。所以那时候大学一毕业就去考第1届，所以那4个月我就每天进图书馆。然后一直念书，准备考试，这样，那压力很大，头发还掉啊，然后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啊，还跟我妈借安眠药吃。天哪！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故意骗自己，让自己压力好像很大，就用这种用压力驱动自己，不要浪费时间，尽可能念书的这种方式，想要突破这个难关，这样。但最后呢，就是结果当然就是彻底的失败，就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就还没有准备好嘛，所以一定不可能考得好，所以就分数就差很远。我后来决定国内研究所呢，我就念一下之后呢，决定好，那就先休学，先去工作一下，因为念书过程当中会不确定自己到底要什么，对，所以不如我先去当兵，先工作，等到确定我要什么之后，我再休学2年嘛。那2年结束之后，我再回学校好好的念书。那时候是这样打算，但一边还是边考公费这样，然后就想说，好嘛，那以后每年都考1次试试看。所以就第2年，边工作就再考，然后第3年边工作再考，第4年我的休学的所有的额度都用完了，一定要回学校上课。回学校上课的那一次呢，我就继续考那1年的公费，就考到了。天哪！那你最后一次真正让你考到的原因是什么？专注还是你用了什么方法？的确也是专注，然后的确也是压力没有像第1次搞得那么的大了，就比较平常心。有个技巧啦，就是我看一下所有要考的科目，相对它有多少分量的书要念，然后那些分量呢，大概要在比如说4个月内念完，那我就平均分配说，那我平均每一天可以念多少，所以我就计时，每天进图书馆，吃完早餐进图书馆。坐下来开始计时，开始念书，所以就像一整天这样算下来，我所有可以认真念书的时间，最多极限就是12小时。这个扣掉发呆，扣掉上厕所，扣掉吃东西，然后我就按照这个12小时去计算我每天相对可以念几页的，比如说经济学，我可以念几页。然后比如说财务，我可以念几页，这样，所以把每一个科目按照我的这样的时间去尽量精准一点计算，我到底能不能念完。那如果发现我念不完，那我就开始把一些比较不容易考到的那些范围先放掉，我就先准备考比较容易考到。那这个要怎么看？就是看考古题嘛，然后考古题每个题目做分类，它是在哪个领域，所以我就知道说哪个领域考的频率比较高，我就优先念。所以等于就是一整套这样有点变态的这个计算方式，不要把自己当人看，就是把自己机械化把那个想法抽出来，用外部的视角看自己，就这个念书机器它到底能够用什么样的节奏把这些东西完成？你不觉得很夸张吗？因为它真的是可以把自己机械化成直接结构成很精准的学习方式，学习机器，然后感性啊，或是感情类，或是其他的需求都把它抽掉。但是真正后来去了美国之后，却又转变成音乐人，就你从一个超级理性到爆，跳回到一个需要很感性，然后情绪宣泄的产业和领域吧。那你这中间去了美国，发生了什么事，让你有这样的转变？其实就是交到坏朋友，真假？是我们的那个共同朋友吗？是我们那个共同朋友，对。没有，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共同朋友他开始去创业了，然后我觉得哇，创业好酷哦，跟
这个金融业这个。你知道他创业真的没钱，然后每次都叫我买单吗？啊，对。对啊，请问哪里酷？描述给我听，我觉得好酷，我很想要加入这个行列，这样。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啊，那我念完毕业，通常大家都会觉得，那你可能就是回金融业找一个更高的职位，或是去薪水更高的国家，通常是这样嘛。对啊。而且那时候我们还蛮流行去大陆啊，去香港，对啊，或是新加坡这种。新加坡那个金融业那时候大崛起，比较厉害的地方，这样有机会，但是那时候就没有去。那时候觉得还是像我们共同的朋友一样那么酷，创业一下好了。那时候我就想，因为我们刚好我们学校有很多创业比赛嘛，那我其实心里从大学以来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做音乐，然后就那时候觉得，创业比赛人家都说你的创业是要跟你的热忱融合在一起。对。然后说好，那我来看看音乐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机会。所以一开始我就是想要做一个有点类似音乐人的 LinkedIn， 就让音乐人可以合作啊，然后在上面做行业交流等等。OK。然后就用这个点子去比赛，还拿到钱这样。就做一做之后呢，就觉得我在这过程当中认识很多美国嘛，就一堆人，他做音乐都很厉害。然后讲说，那这个创业项目看一看，好像也赚不了多少钱，那我不如休息一下，我就先来做音乐好了。其实有一点像是想要把它当做创业的过程在学在做这样子。所以你现在做音乐不是只是想要红，是想要理解这整个产业或甚至后面的一些技术。因为要走得长久，就是还是要一个商业经营才能走得长久嘛。对，所以就是想要把这个领域呢再摸熟一点，然后尽量的学习这样。OK， 那你要跟大家分享的 MV 吗？不要。就是那是有点过去的时代，所以就是那个比较烂，比较烂。就是我现在就是那时候刚开始接触嘛。对，其实创业就是这样，就当时有点天真啊，就不知道它的这个挑战或困难点在哪里，也没有做好充足的研究。但是原则上创业就是3件事情嘛，就是把财务做好，把产品做好，把行销推广做好。那人是当然是另外一部分，但是事情本身是这3件事情。那其实我后来检讨一下，我其实追根究底就是我产品这一块。我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所以我现在就变成是我就花很多时间在学习，想办法把产品这件事情做好。那当然财务跟行销这边，因为我们念商学院念了很多东西，所以也有一些经验，所以这方面可能倒还不是最这个需要改善的地方，最需要改善就是这个音乐专业这一块。OK， 所以后来才发现。我的盲点在这里，这样。那你这样子，人生前半场和下半场其实2个东西差很大。你有觉得就是当基金经理的人跟这个音乐产业或音乐人，就是中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就人生下半场是要我没多久，也才37岁，没有啦，开玩笑。它蛮大的差别就是它的发展路径，一个很确定，一个很不确定，所以不一样。就是如果是做金融业的从业人员，我就是把书念好，一直练习分析，然后因为每天市场都有反馈，你分析对或错，你马上就知道答案。对，然后马上就知道怎么改进。对，有很多人可以请教，所以这方面的道路是比较确定的，相对比较确定。那音乐这块就是很不确定，因为你做音乐，然后你要到商业上某种程度。这个你现在问音乐行业里面的人，行业里面也不敢跟你讲说怎么样做就一定可以怎么样，对，它太难确定，对，所以这方面就是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我是秉持着一个学习、摸索、创业跟音乐这一条路，对，把它当做一个创业项目在学这样。OK， 对。但我自己私心很想要知道啦，就是你竟然还是有那些投资的技能，还有技巧，对，还有思考。那你现在收入相对比以前少很多。啊，你还好吗？人生还行，薪水倒退10年，就是我现在在音乐公司工作学习，就是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至少一定要在真正的音乐公司、音乐产业里面工作一阵子，我才会知道这个产业的全貌。对，因为看书这种它的资讯是很有限，对，所以我继续，然后去的时候才发现，哇。这个产业类别真的是差很多，就是薪水太少。对，那但是因为我还好，我个人生活无欲无求啊，就是我也没有，目前为止没有生小孩嘛，也没有这个房贷什么压力嘛，对，所以就还好。对，那这就是等于是把这些可能会造成人生负担的东西，我先往后摆，那尽可能把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体验路程给走完。那你现在就是有的收入，例如说，你说现在的收入可能比以前少很多，对。那但是这一些收入你现在都拿来怎么样去做投资分配或比重？我如果比较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做一些主动的投资，但我比较没时间的时候呢，我大部分有一些基础的钱，我是放在
比如说美股 ETF 这种被动型的投资里面。反正你现在就只有在做股票，对，没有其他的什么房地产啊，其他的什么虚拟货币什么都没有。对，没有。好，那股票里面的比重，台股跟美股你的比例是多少？台股几乎是没有。OK，因为这跟我的过去的经验有关，因为我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研究海外市场，对，然后美股跟其他各种不同的 ETF 的研究，对，所以我在投资台股的比例是比较低的。OK，但是我妈投资台股，所以这是一种家庭风险的分散。对，很整体的整个家族一起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我有听说，就是你妈好像就是真的从你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做股票，inspire 你很多。我会往这个行业走，一定是因为我妈的原因。因为小时候我就看到很多财经新闻讲什么利率变动，然后多少人会失业。我想说利率为什么会跟工作有关系？所以就引起我的好奇。然后那时候选大学专业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我要学经济学。而且跟何浩宇做好朋友就是很好的帮助，就是他会跟你讲一些很简单的基础，让你懂一些经济学的东西。所以上次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哪些指标，还有哪些资讯可以让我们知道现在的环境真的很不景气？经济景不景气啦，它这个循环有很多种解释，但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它最大的相关就是你看那个信贷的循环，就是信贷的宽松或缩减。这个我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信贷很重要，就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它是某种程度它效率变得比较高，是因为我们有很健全的借钱融资的机制。对，今天我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可是我没钱，那我有办法透过各种不同管道融资，不管是借钱还是有人投资我，我就去做这笔生意，然后我赚钱的大家一起分。对，所以这个无形当中有这种借贷机制、融资的机制，就会让社会的生产力提高嘛，经济就会更好。那当然中间会不会有骗子？会，所以可能到了某个程度，很多这个好的商业点子大家都投资完了，只剩下一些比较没那么好的，或是甚至是骗子的人来圈钱。那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投资人的钱投进去了，最后赔钱，当然没赚钱。那社会就这样不断的这个融资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了某一个点，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多人开始赔钱了。那赔到一个程度，投资人就不想再投资了嘛，就撤资。整体社会能够创造价值的商业活动就减少了，减少之后呢，就慢慢又再掉下来，所以原则上这个景气的循环，它就有点跟着这种信贷的扩张跟收缩来一起走，那其实这个背后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去好好的解释，但简单讲是这个样子。其实网络上有一个还蛮好的影片，你可以看桥水基金的这个 Ray Dalio 他做的一个影片，叫做《经济机器怎么运行》，好像是这样，30分钟，你可以看完这个影片，你就知道我讲的那个信贷周期为什么它跟景气循环是比较贴合的。OK， 最后呢，我们想要为大家谋一下福利，如果大家想要快速赚钱或是快速学习投资的话，你觉得小资一族这种只有10万块左右的，对，我知道很少，但是帮大家问一下，或者是那种100-200万左右的，他们各自要怎么去布局他们的投资？如果是只有10万、20万这种范围的啊，尽量不要花时间在投资，因为这可以讲吗？就是太诚实了，我跟你讲。但是这是实话，对不对？实话，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乘法的关系，就投资是一个乘法的关系，跟就是复利的道理嘛。如果你基础这么小，你这么小的基础要去滚那个雪球，它滚超慢的，你要2倍也才从10万变20万。对。可是2倍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表现。那如果你有100-200万，你的2倍是200万到400万。对。你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对。所以如果只有10-20万的话，那不如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怎么样赚更多的钱，因为你投资，比如说翻1倍多赚10万，可是你有可能一个加薪，工作努力一个加薪，你那一年年薪就超过10万，真的哎，就多10万嘛，对。那所以说还是回归到成本效益的问题，你一天只有这么多的精力跟时间，那在这个资产水准之下，增加本金努力工作是对你来说是比较划算的事情。那如果说你已经有某种程度的积蓄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做。第一个是最简单，就是被动投资嘛，被动投资股市的 ETF。那美股100年来、200年来的平均就大概8%。那如果扣掉通膨，平均通膨大概假设算2%，其实你还有6%，所以它是一个很稳健，然后又不错的一个选项。那如果你真的心有余力，有机会学一些主动投资的技巧，那当然你就可以把一部分的资金从刚刚说的那个被动投资拿过来，你主动去投你看好的公司，或者是不同的
就理财产品。我觉得何浩宇的分享真的是可以得到，好像真的很跨领域，一下是金融，一下金融领域，一下是音乐领域，一下好像是念书攻略，就真的学到很多啦。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跟他聊天，然后我只要有问题的时候，我也会常常问他。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一集，甚至很喜欢何浩宇或何浩宇的颜值也无所谓，下一次就直接全裸来专访，那个颜值会降低。如果大家真的喜欢的话，赶紧大量留言说你下一次真的想要再听何浩宇讲话，想要听他多讲哪一些，我可以多找他，毕竟他现在薪水很低，我可以找他一直来，对，就可以一直找他来，然后就可以多分享这些知识给大家，所以大家赶快留言，还有别忘了最后一定要订阅一下艾尔莎。然后每一次我在逼大家订阅的时候，我都要一起这样子求，你要跟我一起这样做吗？是怎么样？要跪下来吗？还是这样子？你有在拜财神吗？拜财没有那你有在什么宗教信仰吗？没有所以你不会买完一个股票以后，等一下就去土地公求他保佑，因为我会这样。我路过的时候会跟土地公示好一下，土地公帮一下。这样谁要帮很没诚意。谁要帮？对。好，我每次都最后说好，请大家一定要订阅艾尔莎，求，你讲一下。请大家一定要订阅艾尔莎，求你。好了，今天这集就到这边，谢谢